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竹。特斯拉真的没让我失望啊！进入10月后，活动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今天影片除了要帮大家整理目前特斯拉进行中的促销和活动之外，还要带大家来看看未来的观看重点，包含了新版 Model Y 市场的消息，以及如果你人不在美国的话，大概不会注意到的 Cybertruck 销售情况。有投资特斯拉的朋友可千万要注意了。另外，马斯克 All in 川普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新高度啊！他利用超能力在摇摆州助选，但同时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我真的非常好奇，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还有许多重要的消息都会在今天的影片与大家分享。如果各位觉得我花大量时间收集资料与剪辑的影片对你有些帮助的话，还记得请花半秒钟的时间在下面帮我点个赞，并记得追踪我的频道，这就是对我非常大的鼓励啦。同时要感谢 NordVPN 赞助本影片的播出。相信参考频道的朋友们应该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很注重各种事物的安全性与风险，不管是车辆、投资或者网络安全。尤其如果你时不时有使用公共网络需求的话， NordVPN 更是你不可或缺的资安工具。由于现在诈骗与骇客的技术日新月异，万一个不小心，银行里的存款莫名其妙被转走的新闻时有所闻。所以每当我使用公共网络时一定会透过 NordVPN 连线。由于它强大的加密技术，可以避免有心人士窃取我的个人资料或密码。除此之外，由于它全球拥有超过5000多台的伺服器，所以连线速度又快又稳定。因此，除了保护我的网络安全之外，还能透过它跨区追剧，更是加分。另外，一个账号就可以支援10台装置同时上网，加上它超便宜的服务费。尤其如果你使用我的折扣码 FireVPN 或透过我说明栏连结去申请2年方案的话，月费不但低至一杯咖啡都还有找，现在还加赠4个月的免费服务。而且 NordVPN 有信心到还提供各位30天的退款保证。所以如果有在使用公共网络或者跨区需求的朋友，赶快趁这个机会申请起来吧。安祝再次感谢 NordVPN 的热情赞助哦。之前有跟大家预告过了，由于销售成绩的压力，我预计特斯拉今年第4季度的促销将强而有力。目前看起来我的预言没有错，因为10月还没过完，特斯拉已经接连推出多种方案，包含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继中国市场零利率方案延续之外，美国这边也跟上，前提是要加购 FSD。紧接着特斯拉再度第4次复活原本马斯克声称仅此一次的 FSD 转移方案，很明显是希望能够增加原车主的换车意愿。现在特斯拉更突然再度推出了30天免费体验 FSD 的活动，这活动在之前也曾经推出过，让许多没有体验过 FSD 的车主们首次体验到全自动驾驶的神奇之处。不过由于当时的 FSD 版本坦白说稳定性还不是很好，所以网络上大部分是差评比较多的。虽然特斯拉一直没有公布，但我猜购买率应该不是太漂亮。但现在进步到 V12.5 版之后，光是使用时无需手扶方向盘，以及真智能召唤 Actually Smart Summon 的推出，在驾驶时车主能得到的放松体验将大胜过从前。再加上还可以看着自己的车没坐半个人，却可以在停车场召唤过来的新鲜感，我猜这次的活动成效将远胜于上一波的30天免费体验。相信我这边有不少在北美的观众应该也已经收到了，不知道大家在亲身体验 FSD 后感觉如何呢？不过以上这几个活动部分是针对 Model 3与 Model Y 车种，毕竟现在这2款车就占了特斯拉约95%以上的销量，以及主要是针对特斯拉营收最高的北美市场。但我希望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年末，即便连像台湾这种较小的市场也能看到特斯拉的促销活动。但进入10月后，特斯拉真的几乎每周一促销，我们多多少少也可以感受到对于今年业绩的压力真的明显许多。尤其在无人计程车活动之后，几乎等于宣告特斯拉在未来2年内不会有什么能大幅增加业绩的产品。再加上其实促销活动，特斯拉本身也是要牺牲利润，像是今年第3季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长期的零利率活动，虽然总算让第3季全市场的销售量止跌回升，但我们也非常关心这对特斯拉的获利能力是否会带来冲击。很快答案明天就要揭晓了，我想我们下次的影片要聊的就会是特斯拉第3季度的财报表现了。而放眼未来，无人计程车感觉还有点遥远，但是平价电动车到底何时会推出也还没有个影子。接下来特斯拉还会有哪些销售亮点呢？这边我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了。首先，台湾的观众可能比较没感觉的，当然就是 FSD 啦。希望特斯拉明年能顺利让 FSD 在中国与欧洲市场上线。
因为我感觉现在已经不比当年啦。过去应该有不少人跟着马斯克追梦，在 FSD 都还没有影子的时候就已经先买断。但随着时间过去，一转眼也7、8年了，许多人都已经到了考虑换车的时候。但目前除了美国、加拿大之外，其他市场都还没有办法使用 FSD。再加上这1年多来 FSD 不断的降价，所以我想消费者们也学聪明了，现在购买特斯拉应该会等到该地区 FSD 真正上线才会考虑购买吧。因此，明年 FSD 能否顺利在欧洲与中国上线就变得非常重要啦。毕竟 FSD 能为特斯拉所带来的是极高的利润，因为所有车上都已经配备有运行这项功能的硬体了。不过讲到 FSD， 特斯拉近日又被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针对4起事故展开了全面调查。这4起事故是发生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之间，其中有1件甚至还导致1名行人不幸身亡，而几起事件都是在进入能见度不佳的环境，包含了太阳光的直射、浓雾情况时所导致的。所以 NHTSA 将开始初步调查 FSD 在能见度较低的环境中侦测与回应的能力。而这一点一直也是全视觉与光达系统较劲的场合哦。不少人质疑，只靠镜头真的可以处理得了多变的气候变化吗？我想 NHTSA 的这份调查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解答哦。所以，即便现在 FSD 的表现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甚至在面对阳光直射时，早期很容易出现摄影机无法运作的提醒，但现在也已经非常少见了。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尤其刚收到30天试用的朋友们，我们驾驶时可以放松，但千万不要放空啊！相信我，你绝对不想因为使用 FSD 而发生事故。不过同时也要先跟大家预告，这几天我会找个晚上帮大家测试 FSD V12.5.4.1 版的夜间驾驶能力，应该在财报后的影片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要追踪我的频道哦。另外，特斯拉目前的销售王牌 Model Y， 虽然马斯克再三强调今年不会推出更新版，但随着时间越接近年末，代表我们离更新版的 Model Y 也越来越近。像我自己也到了考虑换车的时候，如果我要买 Model Y， 肯定会再多等几个月。毕竟从换新版的 Model 3上看到啊，跟旧版有着显著的进步，这势必会导致特斯拉在第4季甚至明年初，消费者对购买 Model Y 的意愿大幅下降。而这几天有位中国汽车部落客透露，特斯拉正准备在上海工厂进行新款 Model Y 代号 Juniper 的限量试产，他甚至连日期都讲出来了，说是10月22号。不过我要先强调，目前这是来自部落客的消息，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也由于许多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所以我想应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不过考量到目前特斯拉面临的销售压力，能够尽早推出新版 Model Y， 确实能带来不少的帮助。而过去中国正是换新版 Model 3第一个登场的市场，美国则是比中国市场晚了几个月。所以特斯拉若想在明年第1季开卖新版 Model Y 的话，现在确实差不多该开始试产了。不过关于新版 Model Y 这次的保密工作明显是比 Model 3时来得更严谨，但我们依旧可以期待新版 Model Y 将带来更宁静的驾驶体验，以及硬体上像是通气座椅、车内气氛灯、后座的小萤幕等各种有感的升级。不过唯一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方向灯与排档的操纵感极有可能也会消失。我一直还是认为在 FSD 能做到非常稳定的自动驾驶前，拔除掉这些操纵感还是有些安全上疑虑的。不过没办法，看起来这是个趋势。另外在外观方面，到底会不会跟换新版 Model 3一样呢？因为之前有照片看到它的尾灯似乎是连贯式的，加上特斯拉的 Cybercab 亮相后，不止尾灯，连大灯也都是连贯式的设计，所以不少人猜测大灯与尾灯的部分 Model Y 外观有可能会与 Model 3蛮不同的。相信在试产之后，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成品的画面出现了。另外还有就是 Cybertruck， 说真的 Cybertruck 目前的情况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但如果各位你不是在美国的话，或许不会注意到。对于 Cybertruck， 相信不少人感觉是有点五味杂陈的。好不容易在延宕了数年正式推出后，不管是售价或者续航力，其实都跟一开始宣布的数字差了一大截。而刚开卖时，特斯拉更推出了需要加价2万美金的 Foundation 版本，更是让这款卡车的售价突破了6位数字美金哦，这已经是美国平均车价近2倍的价格了。不过，即便售价昂贵，在刚结束的第3季度马上传来好成绩，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卖出的量竟然比 Rivian 的 R1T 与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加总还要更多。这2台车是目前公认 Cybertruck 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据 Kelley Blue Book 的估算，特斯拉在第3季度销售了约16000多辆的 Cybertruck，Rivian 的 R1T 为近4000辆，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则是约7100多辆。Cybertruck 可以说是横扫整个美国电动卡车市场，真的是在美国有钱的人还真多啊！但接下来发展却让我有点跌破眼镜。
大家应该知道，虽然我不是个卡车爱好者，但我后来想想，如果能用一开始发布会的价格入手特斯拉满身黑科技的新产品，尤其我当时看中的是上看500英里的续航力，所以我在发表会过了1年多之后，才跟着预定了 Cybertruck， 在我前面应该有超过100万以上的订单在排队啦。结果没想到，在10月11号我就收到可正式下定 Cybertruck 的通知信，而且10到11月就可以领车。我当时就在想，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呢？因为非 Foundation 版本的 Cybertruck 也才开卖没多久啊。没想到更吃惊的还在后面。现在哪怕你完全没有预定，直接上特斯拉的网站就可以直接购买 Cybertruck 了。像我在了加州，预估几周内就可以领车。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以目前 Cybertruck 的产能，怎么可能超过100万的预定都已经消化完毕了？唯一能够解释的，我猜是许多人都还在观望。即便你不在美国，可能也知道通膨削减法案，许多的电动车都能获得7500块美金的补助。理论上，双马达的 Cybertruck 应该是能符合资格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根据特斯拉官网，目前只有符合商业使用的退税资格，所以在金钱的面前，消费者还是很理性的。许多人应该都还在等着 Cybertruck 能够符合税务补助的时刻，但同时也说明了，目前这售价对大部分的人确实很高啊。尤其考量到了续航力，虽然特斯拉也跟着推出了增程电池组，在双马达版本上，这个增程电池组可将续航力由原本的340英里增加到470英里以上。三马达的野兽版则是由320英里增加到440英里以上，但是要价16000块美金，而且这个电池非常的重，装上了大概就不会卸下来了，所以也将占用原本就不大的车斗空间，约1/3左右。而现在特斯拉刚刚更新了增程电池组的资讯，增加了续航力纷纷缩水，双马达从470降到445英里以上，减少了约25英里。野兽版在全地形轮胎上则是下降到了415英里以上，而且投产的时间也从2025年初延后到2025年中。不过售价上并没有改变，一样是16000块美金。而我们回到 Cybertruck， 考量到现在特斯拉已经全面开放下定，可以想见以目前的定价，订单转换率应该不是太好。虽然在符合7500退税补助后应该会有帮助，但问题是联邦推出的通膨削减计划，在白宫主人换人后是否会有改变，这还是个变数。尤其入主的是马斯克 all in 所支持的候选人，这几天忙着在炸薯条的川普，一般认为他当选后取消这项电动车补助的机会还不小。如此一来，如果 Cybertruck 不降价的话，销售上可能会非常困难哦。但即便如此，马斯克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竭尽所能，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争议的动用他的超能力来帮川普助选。马斯克宣布到投票的11月5号之前，他将每天送出100万美元，对象是居住在7个摇摆州的登记选民，并且要在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网站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美国言论自由与枪支拥有权，就能获得一天抽出1位的抽奖资格。而这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 PAC， 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主要是在支持特定候选人的组织，这边指的当然就是共和党的川普啦。而且马斯克是说真的，目前已经有2个超级幸运儿抽中100万美金了。不仅如此，马斯克还加码，只要在这几个摇摆州的选民，只要登记联署信，就可以直接获得100美金的回报。在宾州，甚至推荐其他选民联署，也能获得100美金哦。所以，我们说马斯克 all in 川普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真的很好奇，民主党的支持者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但不得不说，马斯克这样撒钱的做法非常有争议性。虽然他并不是直接叫人投票给共和党或川普才能领钱，但背后的意思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而且，马斯克这个做法确实有可能会撼动选情，因为美国总统选举跟台湾很不一样，是采用选举人团制度，也就是该州选民投给谁为多数，就赢者全拿。而摇摆州之所以被称为摇摆州，就是因为两边是势均力敌的。而马斯克这样的做法，确实可能会催出不少的共和党票。只要这些摇摆州最终都是由川普拿下，基本上川普的选情就胜券在握了。只不过马斯克这么做，日后是否会引来更多的麻烦，甚至贿选的疑虑，我想各位投资人可能都要特别留意哦。只不过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啦，真的会让人一头热。但马斯克这样的先例一开，是否以后这些摇摆州会变成撒钱大赛，以及相信更多人担心的是否会对特斯拉造成负面的影响？毕竟上市公司牵扯到政治这么深，绝非好事。
不过如果能轻松领钱，大家都很开心了吧？而在这些摇摆州外的美国观众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安竹也要送给大家免费1股的 NVIDIA 股票，以及抽15股股票与3个月8.1%超高利息的大礼啊！感谢富途特别照顾安竹的观众，各位只要有美国山码新开户入金5000块美金，维持60天以上，就能抽15股股票，外加直接拿1股的 NVIDIA。今天 NVIDIA 又突破历史新高了，只能说富途真的是非常大方啊！记得一定要透过我说明栏连结去申请，才能获得这样的大礼哦。有资格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影片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感谢所有已帮我按赞并追踪我频道的朋友们。我们在下次的影片再跟各位聊更多有趣的消息。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